孤帆远影碧空尽，我是松鼠年糕鱼。Hello， 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更为详细的一个新手向的阵容搭配的攻略视频。感觉自己上一期呢，其实并没有太提到具体阵容该如何搭配，然后也并没有针对微科、小科、大科做出不同的阵容推荐。然后，那么希望这一期看完之后呢，可以让大家感觉能有所收获。这支影片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划分，主要分为3个部分，分为实行前阵容养成推荐，只准备玩2到3个月的阵容推荐，和希望长期玩的一个阵容推荐。可以在视频下方拖动进度条，快速找到自己想看的位置。然后当然惯例啦，免责声明，就是该攻略为个人主观看法。如果呢你有不同的建议，欢迎评论区交流看法。那让我们 Let's go。阵容养成呢，其实重心并不在阵容上面，因为不管对于零科、微科、中科或者大科来说，其实最好都是要努力的去参加一个那个新伺服器冲战力的一个活动，然后争取把那个奖励拿满，因为它那个奖励其实真的还是挺好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阵容其实也是为了提升战力来服务的。而且因为刚刚开服的话，其实资源还有肥料大家都不会很充裕，那我们阵容搭配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把各个种族都至少练一只，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资源最大化利用。概括来说的话，前期我们这个蛮荒、联盟、森林的神话英雄都是抽的，哪个抽的多就练哪个，然后可以无脑把他们都拉到10星。因为后期来说的话，他们一定都是肥料。然后，当然对于新手玩家，尤其是零科、微科来说，那么肯定是抽不到这么多只神话英雄的。那么在这个时候，阵容该如何做选择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联盟。联盟里面，我个人觉得比较，如果说你抽的比较多的话，像这个瑶光是比较值得练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陈，这只也是。然后具体原因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上一支影片，对每个英雄的强度都有做分析，可以用那个来作为一下参考。然后在联盟里面，它的传说英雄其实我都是不大推荐去练的。如果你这个荣耀圣剑抽的比较多的话，也可以练练。然后10星把它当肥料，10星9星的时候把它当肥料喂了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蛮荒。蛮荒的话，其实它的2只传说英雄都还是不错的，一个是这个，它外号也叫狐狸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输出，它甚至它的输出比一些光暗的输出角色还要高。因为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技能，他的技能是对中后排目标能打156%的一个伤害，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尤其当敌方中后排有5个角色的时候，这个伤害是非常恐怖的。所以说狐狸这一只角色我是非常推荐前期的时候去练的。当然后期的时候，他还是会因为身板太脆啊这些原因不太值得去练。但是前期的时候，狐狸，如果你抽的比较多的话，真的是很值得去练的。然后像这个诅咒之刺的话，它刚开局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强的一个目标，因为它很容易触发它的那个连杀的一个这个技能。对，它在这边有写说，如果击杀目标，它可以重复释放它的技能。所以说前期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练的。但是随着星级提升，它这个想要击杀目标的这个条件其实是很难触发的，所以说它的强度就渐渐的没有那么高了。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森林的一个传说英雄。其实这4只呢都不是很值得去练，但是如果你抽的比较多的话，你当然也就是随便练啦，毕竟我们主要目标还是说去升级战力。然后，那么在10星之前，我个人有一个比较推荐的阵容会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边的英雄都先下一下，然后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英雄王，这个具体原因我过一会儿再跟大家讲。然后我们就先把英雄都先上一下。首先陈我是比较推荐的，然后瑶光，但是毕竟这是2个都是联盟的一个神话角，其实想要把它都练起来，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所以说我们先下一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蛮荒，我个人就把2个这个传说的就都先上了。首先这个狐狸是一定要练的，然后像这个诅咒之刺的话就是随便了，你如果有更好的代替它的话就可以不练。像这边我刚刚忘记去说的一个就是说，像蛮荒的神话英雄我都不推荐去练，因为像蛮荒的这个神话英雄，他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整个去搭配的，尤其比方说像他还有这个不死鸟这2个角色，他们都是跟蛮荒去搭配使用的时候会有额外的效果，会比较好。所以说当你单支擅长的时候，它意义就不是很大。不过还是那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抽的很多的话，那你当然还是可以去练的，只不过说就是输出上可能会不尽人意。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森林里面的话，首先这个木枪是因为大家其实前期都是会做那个新手开服任务，它是一定会送的，而且送的还不少，所以说木枪是非常值得前期去练的一个角色。我们其实前期的一个阵容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剩下来一支的话你可以随便看有哪个抽的比较多的，你把它摆上去就行。如果你有更好的，比方说你还抽到了一个别的比较多的一个神话英雄，你可以把它去替换掉。而且如果你有光暗角色，你有抽的比较多的，当然也可以去上场，然后就可以自由去搭配的。然后对于我们只准备玩2到3个月的玩家来说呢，其实目前这个阵容就已经是一个你之后可以把它升到13星，全部升到13星的一个阵容。因为如果只玩2个月的话，其实可能并不能做到把所有角色都升到12星吧，这个养成周期还是非常长的。但是反正就可以不用再局限于说只练到10星这一个门槛了，可以直接想练到多少星就练到多少星，但是阵容其实还是差不了太多的。我们就还是首先陈我个人是非常去推荐去用，因为它首先是有一个回血的一个作用，而且它生命值越低它打的伤害越高，非常值得去练。木枪因为是送的很多，而且本身强度也不低，所以也很值得去练。然后因为我们如果是准备玩2、3个月的话，其实就可以去我们的商店看一下了。商店里面是有光暗英雄是可以自己去兑换的。我之前提到的说英雄王非常值得去练，是因为英雄王在这个英雄商店里面，它是我最值得去换的一个角色，就别的角色通通不建议去换，在英雄商店里面就换英雄王。因为英雄王在这里面其实是最强的一个。你如果说非常喜欢走全暗属性的角色的话，这个深渊魅魔也可以去换，但个人推荐程度其实是没有英雄王高的。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别的商店里面，像跨服商店的话，可能对于林克威克来说的话，想要换到里面一个角色是周期是比较长一点的，但是其实像这里面的2只光暗角色都还是比较值得推荐去换的，尤其是这个女武神，它可以有一个给敌方施加破甲效果，并且给自己阵营开局就增加一个攻击力的一个 buff， 这个还是非常强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巅峰商店中可以换到的2个光暗角色。光暗角色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这个正义化身，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全都换这个正义化身，除非你是想走全暗队，那么可以换一下这个盲僧。然后我刚刚为什么要来提商店呢？就是因为对于新手玩家来说，其实商店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去获得这些自己想要的光暗英雄的。然后再说的城啊，然后如果你瑶光抽的比较多，当然如果只玩2-3个月的话，瑶光也是可以值得去练的。然后共路这个基本上我觉得都是人人可以练一支的，尤其是如果你准备只玩2-3个月。木枪在哪里？木枪在这里，估计是可以再加一支的光暗里面，比方说你换了一个女武神，那么非常值得去换。然后像最后一支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个绵羊也是可以值得去练一下的。然后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你的阵容基本上就是成型了。这个强度是肯定不弱的。然后如果你觉得练2只光属性的角色有点吃力的话，那么当然就可以把这个女武神下了，你哪个暗属性角色抽的比较多，你就可以直接上阵。我看新手一般抽的像下面的这4只暗属性的，都是运气稍微好一点的话，都是可以抽出来的，然后都可以去练一练。强度其实不会差太多，然后这4只里面我最推荐的还是这个 SM 女吧，它伤害还是挺高的。然后那么这就是对于准备玩2-3个月的玩家的一个阵容推荐了。那么对于想长期游玩马赛克英雄的玩家呢，然后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游玩的过程，所以我就只说最后的成型阵容了。这个收集的过程可能对氪金程度不高的一些玩家来说尤为的艰难，但是可以把这些阵容当做一个自己的目标，慢慢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后期成型的阵容一定是会抛弃所有的3色英雄的，而只用光暗英雄。林克威科呢，不要觉得说哎呀全是光暗英雄太难收集了，但是这本身来说就是一个慢慢收集的过程嘛。放置类游戏，林克威科慢慢玩，慢慢白嫖，也是最后可以做到可以组出自己想要的全光暗阵容的。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光阵容吧。全光阵容其实基本上就是把目前光属性的所有英雄都用上了，唯一没有用到的就是这个甜心守护。说3遍，甜心守护不要练，甜心守护不要练，甜心守护不要练。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烂的英雄，虽然新手会送，但是绝对不要练它。如果你新手做战力冲刺任务的时候差一点战力，然后你又恰好有很多的甜心守护，那么也不要练甜心守护，练光暗英雄最好不要练错，因为练错以后后面补救的成本是很高的，基本上只有氪金才能把这个自己错过的东西弥补回来。所以说甜心守护千万不要练。然后除了甜心守护不要练以后的话，阵容搭配我们不看神觉者，基本就是这样的。然后之所以把这个双子放在援军，是因为害怕他一开始就出场的话容易被鸟啊或者说是古纳针对，可能刚开局第一个就死了。所以说我们先把双子放援军，这样的话可以让双子存活的更久一点，争取能复活的时候多复活一点友方。那么全光阵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看一下全暗阵容。全暗阵容跟全光其实差不了太多，也是把大部分能上的都上了。然后但这里不大一样的点呢，我们要特意强调一下，有2只暗属性角色的。第一是那个死亡之女海拉，第二是诅咒之刺，是一个需要用70积分才能兑换的一个角色。
然后像我这个阵容呢，这个暗属性的这个阵容呢，它本质来说就是一个疫病队。疫病队的核心就是靠一个 debuff 疫病去打伤害。然后那么对于疫病能打出疫病的角色呢，目前我这个阵容上其实能上的都上了。我觉得最好的理论情况下就是能把这个盲僧去换成那个诅咒之刺，这个阵容其实差不多就成型了。之所以带这个吸血鬼，是因为它有个被动，它的被动是能增加全队的疫病伤害的。这个蜘蛛女也是增加疫病伤害的。里面大部分角色都是可以去有给敌方挂上一个疫病效果，然后靠蜘蛛女她的一个被动是每回合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去引爆敌方身上的疫病，可以造成一个比较可观的伤害。那么疫病队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那么再讨论一下最后一种阵容，就是光暗混搭。光暗混搭呢，我觉得就目前来看的话，我自己在用这个阵容，所以觉得还 OK。但我个人觉得，其实长远来说，应该还是会换成全光或者全暗的阵容，只不过是因为我现在不是特别确定这个之后走全光还是全暗比较好。然后但目前这个阵容强度其实还是非常可观的，毕竟我都有2只限定角色在这里了。这个阵容我觉得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它跟我们的鸟并不搭配，因为这个萝莉它的一个技能打的时候是可以叫什么封禁之书还是什么，是一个控制。但是这个鸟呢，它是让己方所有的攻击只会打敌方一个人身上，而它的这个封禁之书在于鸟的这个 buff 的条件下，它的封禁之书只会打到被鸟的这个 buff 盯住的那个角色上，所以说让它的这个控制最多只能控制敌方一个角色，所以说两个在同时上阵的时候是有一点矛盾的。我觉得可能理想的情况下还是把它能换下去，可能换一个诅咒之刺会是比较好的。如果说觉得说练诅咒之刺有难度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阵容调整一下。时光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群攻，它不光能打伤害，还能有控制，跟蜘蛛一样。我个人觉得这2个就是都是很强的一个群体输出。时光是非常值得练的一个光属性的卡，我没有练是因为我前期并不觉得它有多强。时光比较强的一点就是说它可以给敌方减速，而且说他自己有一个保命的复活技能，复活以后还会给自己提升攻击和速度，这提升的都是2个非常关键的属性，所以说时光这个卡其实是非常强的。希望大家看完这支影片以后能感觉到有所收获吧。然后如果说各位有什么想提的建议呢，然后或者说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或者说之后有什么想看我去讲的一个攻略视频，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好不好？那么希望各位点赞、订阅并留言，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